早就听说郑国公之女端庄十里，本宫见了十分欢喜。这太子妃之位，非江初瑶莫属。请皇后娘娘明鉴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妹妹名节有损，不配为太子妃。这本春根图在坊间流传甚广，画中女子腰间的梅花胎记，与我妹妹江初瑶的一模一样。臣女虽疼爱妹妹，却不敢欺君罔上啊！岂有此理！来人，把此女给我打入地牢！好妹妹，你这就身败名裂了，成了京城最淫荡的女子，滋味如何？是你，若非姨母她亲自画出你腰上的胎记，别人还真不会信。堂堂国公府嫡女，竟然做出这种不洁之事，真是可惜了。母亲，竟然是母亲！从今往后，国公府嫡女的位置再也轮不到你，你这淫荡的名声也会刻在京城的每一寸土地上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也别怪我，你姨母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亲口答应过锦玉，要给她这世间最好的姻缘，所以您就毁了亲生女儿的名节。只要你再一日，便阻了锦玉的路。初瑶，别怪母亲心狠。来人，给我打！竟然是母亲亲手找人画了假的春宫图，就为了让她的外甥女嫁入东宫。你以失节坏了江家门风，这白绫是你最后的体面。母亲以我失节为由，赐下3尺白绫，而表姐带着我的嫁妆风光大嫁。小姐，你醒啦，可以沐浴啦。重生了，我还活着。小姐腰间的梅花真好看。白绫勒死的窒息感还在，这一世谁都别想再害我。姨母说这幅头面与我的名字相称，所以特意送给我戴。妹妹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不会，偏爱锦玉早不是新鲜事，首饰她先选，绸缎她先挑，连院子都要住最大最宽敞的。这府里的小厨房，竟也只记得她的口味。妹妹，姨父是不是特别希望你能选上太子妃啊？我真羡慕妹妹有个好父亲，不像我。双亲早逝，根本没人能替我筹划这些。好啦好啦，别哭了啊！初瑶，我平日是怎么教导你的？要懂得谦让。你明知道你姐姐没有父母疼爱，为什么非要惹她伤心？母亲，从我上马车开始，并未说过一句话，为何要说是我惹得表姐伤心？母亲将外祖母留给我的头面送给姐姐，我无话可说。母亲宠爱姐姐，我也不敢智慧。只是母亲，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即便你不喜欢我，也请母亲一碗水端平。姨母，你别怪妹妹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妹妹，若你真喜欢这副头面，晚上回府我便摘下来送你。今日就让我先戴着，全了姨母的一片心意，好不好？你别生气，要不我把我母亲留给我的银钗送给你，算是我的一点补偿。不必。表姐然既然喜欢这副头面，戴着就是了。只是这副头面是外祖母当年专门给我打的，当时我年纪小，才让母亲帮忙收着。想必是日子久了，母亲贵人多忘事，今日借给表姐戴一天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记得还回来就好。初瑶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你这些年的教养呢？身为国公府嫡女，你贵女的气度呢？母亲悉心教养表姐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是表姐更该有贵女的气度吗？身为姐姐，居然抢妹妹的嫁妆。母亲，您倒是说说看，这种事儿叫有气度吗？您别，姨母。
今日进宫的尽是名门贵剧，表姐的名额是母亲借着父亲的名义强求来的恩典。此时大家都在前园争奇斗艳，唯独我知道，那里会有一个重要人物。小心！请殿下恕罪，臣等护驾来迟。你没事吧？此人正是太子殿下，前世他在选妃前遇刺，皇后险些取消宴会。这一世，我专门提前赶到，用这一身的伤，亲手改写我的命运。殿下不必担心，今日宫宴，来往之人甚多，不宜闹大。请殿下随便找个医女来帮我敷些药便是。好生照顾你家小姐。小姐，你疯了吗？你就不怕那箭真的射中你吗？你被烫得这般厉害，等会儿就要选妃宴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好戏才刚开始。小姐，夫人向来天心表小姐，要是看到你伤成这样，回去肯定又要罚你。她定会骂你举止不雅，丢了江家的颜面。要是你今天选不上太子妃，闭嘴！这是皇宫大内，岂容你在这胡言乱语？太子萧琛向来明德仁善，有了这救命之恩，即便他不选我，也定会帮我度过接下来的难关。本宫早有耳闻，郑国公之女端庄识礼，仪态大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本宫见了十分欢喜。这太子妃之位，非你莫属。请皇后娘娘明鉴，妹妹名节有损，她根本不配做太子妃。臣女近日在坊间买书，无意中发现竟有此类画册私下流传，上面的画法简直不堪入目。而那画中自绘冥界之人，正是臣女的亲表妹江初瑶。什么画册？这种污秽之物，你又怎么敢断定画中之人就是初瑶？因为表妹的腰间正有一个与此画中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。都要当太子妃了，居然是个春宫图的主角。这样不知廉耻、名节败坏的女子，怎么配做我们大渊的储妃？女子月身上的胎记是何等私密之事，表姐你又是从何得知？你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言之凿凿，到底居心何在？你既非我的亲生姐姐，且我二人素来不睦，这般私密的胎记，你又是怎么知晓的？是姨母告诉我的。女子的名节何其金贵，母亲又怎会将亲生女儿如此隐秘之事，随随便便说与外人听？难不成，在母亲心里，你这个外甥女，竟比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重要吗？皇后娘娘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关乎天家颜面，不得不验啊！在这大殿之上，竟要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当众验身，薛锦玉，你还真是毁不掉我不甘心。初瑶，事关名节，你可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娘娘明鉴，这分明是有人居心叵测，故意污蔑臣女。本宫相信你。郑国公家教甚严，他的女儿定不会做出这等败坏门风之事。姨母，您是初瑶的亲生母亲，您最清楚了，是不是？您快说话呀！初瑶，我虽是你的母亲，
可我实在不能帮你圆谎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来？娘娘，我女儿腰间确实有一个梅花胎记，与那画册上的一模一样。江家养出这种败坏门风的女儿，臣妇实在没脸再求情，请娘娘收回成命，另择贤良之女吧。这毕竟是家丑，还请诸位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千万不要传出去，否则日后初瑶还怎么嫁人啊？我腰间到底有没有胎记，母亲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重活一世，我早已见识过他的狠心，可亲耳听到他为了薛锦玉，亲手毁我名节，将我逼上绝路，我这颗心还是会感到悲凉。初瑶一直都知道母亲偏爱表姐，可女子的名节何其紧要，母亲若是想让表姐做着太子妃，直说便是。女儿愿意退选。可您为何要如此不择手段？我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！难道为了表姐，母亲您非要逼我去死不可吗？你与表姐演这一场好戏，不就是笃定我顾及廉耻，不敢在这大殿上当众验身吗？因为无论我验还是不验，今天我江初瑶的名节都已经毁了。你们信口雌黄，就是想诛蚀我不检点的名声，好让表姐坐上那个太子妃之位，是不是？请皇后娘娘作证，请为瑶儿验明正身，还我江初瑶一个清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这哪里有什么梅花胎记，全是血肉模糊的一片，连骨头都要看见了，看得到什么胎记啊？母亲，表姐，这就是你们口中那朵栩栩如生的梅花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昨天还好好的。江小姐受了这么严重的烫伤，身为生母，国公夫人居然从头到尾毫不知情，甚至连半句关心都没有。刚才指认其女儿的奸淫证据时，倒是积极得很。这真的是亲生的吗？江初瑶，你故意的！江初瑶，你绝对是故意的！你为了毁掉证据，竟然不惜故意烫伤自己！你这个疯子，你把胎记除掉了，对不对？表姐在说什么？我受此重伤，你不心疼半句，反而口口声声说我是为了掩盖那莫须有的罪名。不信你问姨母，姨母是她的生母，日夜相处，她最清楚江初瑶到底有没有胎记。她就是画上那个水性杨花的荡妇，她不配做太子正妃，她该下地狱！表姐口口声声咬死我就是那画中之人，我江初瑶自问待你不薄，你与我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在这大殿之上置我于死地？少在这里装可怜，你腰上明明就有。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我腰间根本没有胎记，你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肮脏东西是我身上的？姨母可以证明，她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她亲眼见过。够了，够了！江初瑶，你到现在还满口谎言，你做出那种不要脸的勾当，锦玉不顾情面戳穿你，那是为了保住江家的名声，是为了全家着想。你这是罪犯欺君！锦玉是为了救你，想让你在铸成大错前回头，你居然还不知好歹，咬死不认！我看你是彻底没救了。娘娘，臣妇见是拼了这颗项上人头，也要说实话。初瑶身上确实有那一枚梅花胎记，臣妇身为生母，绝不会记错。母亲平日里事事偏爱表姐，甚至连外祖母留给我的头面都能随手送她。
今日母亲又怎么会不帮着姐姐作证呢？好，既然母亲一心一意想要我去死，那我也只能成全母亲了。我承认，那春宫图上的人就是我，是我江初瑶水性杨花，是我自甘堕落。母亲，表姐，这样的回答你们可满意了？请娘娘将赐给臣女的玉如意收回吧，臣女万万不敢了天家的名声，求娘重新太子殿下择选一位贤淑其人，臣女不配。瑶儿今日被亲生母亲指认失真，百口莫辩，除了这一条性命，我再无他物能自证清白。今日瑶儿唯有一死，以报母亲的生身之恩。江初瑶，你居然到了这时候还在演戏，你敢说是我这个亲娘冤枉你吗？大家快看看，这个逆女，我可是你的亲娘，我冒着家丑外扬的风险说真话，你居然还要反咬我一口，逼我去死吗？且慢！姑可以为江小姐证明，她腰间并无什么梅花胎记。参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母后，方才儿臣在后花园遇刺，形势万分凶险，是江小姐，她不顾个人安危，奋不顾身的舍命相救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才被手炉中滚落的红炭灼伤。这伤是为了救姑而受，更是她清白无邪的铁证。江小姐救姑之后，伤势极重。姑当即下令，找了宫中贴身伺候的医女，替她包扎上药。她亲眼所见，江小姐腰间究竟有没有那个所谓的胎记，她最清楚。奴婢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方才奴婢受殿下之命，亲自给江小姐清理伤口，敷药包扎。奴婢看得清清楚楚，江小姐腰间除了被火炭灼伤的红肿，并无任何梅花胎记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在说谎！一定是江初云那个贱人收买了你，让你帮他圆谎。收买？她是大内伺候吃皇粮的医女，更是姑亲手安排的人。照你这么说，姑刚才亲口所言也是受了江小姐的收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姑也在陪着她一起说谎，是吗？你与江小姐是骨肉血亲，本应有爱互助，即便私下有什么削劣矛盾，也不该在这大殿之上用这种下作手段毁她名义。母女天伦，姑倒是长了见识。姑还从未见过要替别人作证，亲手将自己女儿往死路上逼的母亲。母后，江小姐心地善良，为了救儿臣不惜己身，儿臣愿为她证明清白。此事关乎国公府名望与皇室尊严，请母后准许将此事交给儿臣去查。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到底是谁画出这种画本，肆意污蔑，其心恐诛。江小姐不顾生死救下姑的性命，便是姑的救命恩人。姑绝不容许这种舍命护主的忠义之女受此奇耻大辱。姑定会彻查到底，亲手找出那个敢背后捅刀、画出这种污秽画本的幕后主使。母后，儿臣对初瑶小姐一见倾心，请母后当众赐婚，许江初瑶为儿臣唯一的正妃。原以为是哪家的名门之后，听说是外地来的孤女，进京投奔姨母呢。
投奔？我看是鸠占鹊巢吧，吃人家的住人家的，反倒掉过头来毁人家亲生女儿的名声。这种人当真最有心机，最是可恶至极。薛锦玉，你输了。真是奇了，这国公夫人居然不为自己的亲生女儿辩白半句，反而对外甥女言听计从，恨不得亲手毁了亲闺女的名节。你们说这江初瑶难道真的不是她亲生的？瞧这心狠手辣的劲儿，哪家当娘的能干出这事？这种心思狠毒、鸠占鹊巢的东西，以后谁家要是真把她娶回去，那才是倒了8辈子大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姨母，如今我成了满京城的笑话，所有人都在指着我的鼻子骂。太子殿下当众选了他，还说要彻查画册，我这辈子都毁了。姨母，我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江初瑶，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舒坦了？看着你表姐在这京城被人指指点点，成了满城的笑柄，你是不是得意极了？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女人，我竟全然陌生。你明知道锦玉她寄人篱下，出身本来就不高，如今因为你这出戏，她名声彻底扫地了。你有没有心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她以后该怎么活？母亲口口声声问我想过她没有，那女儿斗胆问一句，在选妃宴上，母亲为了保住表姐的前程，不惜当众指认亲生女儿失贞，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那一刻，你又有没有想过，您的亲生女儿以后该怎么办？那能一样吗？你是国公府名正言顺的个嫡女，就算真的没了名声，你这辈子也还有一世的荣华富贵可以享用，谁敢少你吃穿？可锦玉她不同啊，她除了我这个姨母，她还有什么？你明明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就不能让她？当初我当着你姨母的面发过毒誓要照顾好锦玉，如今名声闹成这样，全京城都没人敢娶她了，你必须负起这个责。我不管你动用什么手段，你必须去说服太子，让锦玉和你一起嫁入东宫。你去替她求一个侧妃之位。锦玉这孩子心思机敏，手段也多，日后进了宫，她定能成了你的左膀右臂，帮你顾宠。你们姐妹两个一起嫁入东宫，将来传出去，人人都会夸赞你们姐妹齐心，互相扶持。这难道不是一桩名留青史的美谈吗？姐妹齐心，一桩美谈。母亲为了锦玉的前程，可真是费尽心机。可惜啊，母亲。你什么意思？即便是太子的侧妃，那也是天家的女人。像薛锦玉这种上门打秋风的破落户，她不配。逆女，你竟敢忤逆生母，竟然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初瑶，姐姐求求你了，如今我名声全毁，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。你要是不救我，我除了死还能怎么办？只要你肯带我一起嫁入东宫，我保证，我这辈子都绝不会跟你争宠，我一定乖乖听你的话，做牛做马报答你，好不好？
妹妹，今日在选妃宴上的事，若是传遍京城，我还能嫁去什么好人家？你若不肯帮我，就是要逼我去死啊！求求你，哪怕只是给我一个容身之所也行。你想想，太子殿下日后注定要3宫6院的，既然横竖都要抬别的女人进宫，选那些不知根知底的外人，难道姐姐不比旁人更值得你信任吗？姐姐多虑了，你何须我来给你寻什么容身之所？想必母亲定会使尽浑身解数，把这世间最好的姻缘捧到姐姐面前。退一万步说，姐姐若是真像你说的这般名声扫地，嫁不出去了，母亲如此疼你，定也会养你一世，断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这可是江家的女儿，这一时打舆论，你就不求丈夫的死了。这个江家的女儿，必然超好有钱。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，平日里争着上门，如今连帖子都敢退回来。我不嫁，那些破驴虎也配得上我！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，我不活了！初瑶，你到底是钦定的太子妃，成亲前国公府总要大办一场，这天庄宴便由母亲亲自为你操办，风风光光送你出门。那就辛苦母亲了。我看你这位亲戚也是有秀才功名在身的，锦玉啊，若是你愿意，不如嫁了他。日后等他考中了进士，你也算有个依靠，这对你来说，不失为一门好亲事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等到了出嫁那天，我定为你备下一份丰厚的庄严，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妹妹，姐姐不胜酒力，这头晕的厉害，实在撑不住了。妹妹可否心疼心疼姐姐，扶我回院子歇歇？装模作样了半个月，终于要动手了吗？既然姐姐不舒服，我自然要陪姐姐走这一遭。江大小姐和薛小姐姐妹情深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江姑娘真是姐妹情深啊！是啊。妹妹，姐姐这头晕的实在厉害，清河院太远了，我这步子沉得跟灌了铅似的。你的院子就在前面，近在咫尺，不如姐姐先去你房里歇歇脚，好不好？既然姐姐难受的紧，那就先去我院子里吧。小姐，表小姐，快喝口热茶压压酒气。妹妹今日在席上也喝了不少，快喝些热茶醒醒神。过一会儿，只怕那些亲戚们都要来后院找你说体己话，替你添妆呢，可不能失了礼数。这茶怎么头晕的这么厉害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定是酒力上头了，快去榻上躺着休息一会儿。少废话，按原先说好的做。
生米煮成熟饭，荣华富贵就是你的了。快！嘿嘿，当真是国公府的大小姐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命案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有个外男竟胆大包天的闯进大小姐的院子里去了，奴婢拦不住，夫人您快去看看吧。走，随我去看看。真是昏了头了！堂堂一个大家闺秀，平日里瞧着端庄，没想到私底下竟这般荒唐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真是痛心疾首啊！江家大小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与男人私相授受，看这架势，前些日子宫里传出来的那些事儿，搞不好还真是真的。那本春宫画册，指不定画的就是真人真事。若是这种人进了东宫，咱们大渊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若是那个逆女真的做出了辱没门风的事，我江家断断容不下她。来人，来人，都跟我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安杂东西，敢坏我江家门风！江初瑶若真敢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苟且之事，我这个做亲娘的，今天就大义灭亲，必饶不了他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在我江国公府做出这等安杂事，简直是败坏家风，丧心病狂！江初瑶这个逆女，我是断断不能轻饶了她的。今日我便亲手赐她一根白绫，生生勒死她，也省得她活着丢尽祖宗的颜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门给我踢开！作孽呀！真是不堪入目！不要看呀！我不要入，我不要看！江初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国公府嫡女，钦定的太子妃，你竟然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苟且之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不知羞耻的逆女给我拖出来！我现在就要当着全京城夫人的面，活活打死她，以正家风！母亲这般兴师问罪，到底是要把谁拖出来打死啊？刚才听见母亲说要打死谁，初瑶吓了一跳，赶紧过来瞧瞧。江初瑶，你竟然在这里站着！那这房里正丢人现眼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表姐今日在席上不知怎的，非要到我房中休息，说是头晕的厉害。待她歇下，我总觉得不放心，便亲自带人去小厨房吩咐丫鬟熬了这碗醒酒汤，想着给她送过来压压酒气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快！你们这群死丫头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表小姐拉下来！快给她穿好衣裙！表姐怕是醉得深了，帮她清醒清醒。
脸苍白如鬼。是他，是江初夜害我，一定是他这个贱人设计我。走到半路，又是你非说清河院太远，赖着要来我院子里休息。况且，这与你有染的男人，可是你带进府里的远房亲戚，我江初瑶压根就不认识他，你怎么能因为自己失了针就谎话张口就来，非要拉我下水呢？表姐，方才在花厅，我扶你离开时，可是有许多名门小姐在场看着的。到底是谁非要往我院子里钻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薛锦玉，你这谎话编的也太离谱了！我刚才在席上明明听得清清楚楚，是你自己说喝醉了，非拽着初瑶姐姐扶你去休息的。再说了，大伙评评理，谁害人会专门把仇人往自己住的闺房里带啊？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真是笑话，自己不要脸，还想拉太子妃下水。这薛小姐的心思未免也太毒了些。江初瑶，你还有脸在那站着？锦玉千真万确是在你院子里出的事儿，你敢说这事跟你毫无关系吗？你身为主家人，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你院子里待着？你明知道他喝醉了，为什么不派人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？是茶，姨母，是茶有问题，我根本没喝醉，我就是喝了江初瑶亲手端给我的那盏茶，才突然晕倒，什么都不知道的。是他想要害我，他就是想毁了我的清白，好独吞那份富贵。表小姐，您说话可得凭良心，那茶明明是您房里的丫鬟眼巴巴端上来的，还热络的紧着给我们小姐也送了一盏呢，大家伙可都瞧着呢。咱们小姐也喝了茶，怎么就您一个人刚好在那时候晕倒了？您这空口白牙的胡乱赖人，到底存的什么心？表小姐，您在国公府这些年，明里暗里冤枉咱们小姐的次数还少吗？如今您自个儿丢了廉耻，被大伙捉奸在床，怎么还想把脏水往我们小姐上泼？真当我们小姐是泥捏的好欺负不成？我问你，国公府戒备森严，你一个外男，究竟是如何闯进这深宅内院的？你最好给本小姐说实话，若是敢有半句虚言，现在就拿你去京兆府大刑伺候。大小姐饶命，不关小人的事儿啊！是一个丫鬟偷偷给我递了纸条，约我今日在角门等着。纸条上说里头自有佳人相候，只要我和她生米煮成熟饭，以后这国公府的荣华富贵便都有我一份了。都是薛锦玉，是他！不是我，根本不是我约的你！你这个穷酸烂秀才，你做梦！我不要嫁给你，我死也不嫁给你！我要嫁的人是太子殿下，是未来的皇帝！我薛锦玉可是要做太子妃，要嫁入高门的人，我将来要受万人敬仰！我怎么会嫁给你这种一无所有的穷光蛋？你离我远点儿！薛锦玉费尽心机设计的陷阱，终究是把自己埋了。他这辈子再也逃不开这桩荒唐的婚事。江初瑶，我可是你的表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妹妹，
求求你了，我不能嫁给李凌风，我怎么能嫁给李凌风？我怎么能嫁给一个一穷二白的穷秀才？我求你了，只要不嫁他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把我当成伺候你的奴婢，或者是你养的一只猫一只狗都成。带我入东宫，带我一起入东宫好不好？你当东宫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钻进去的收容所吗？薛景玉，我真是好奇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这份自信？你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苟且之事，竟然还妄想让我带你入东宫。谢谢师傅，你把太子殿下当成什么人了？闭嘴！你这个冷石心肠的逆女！母亲，为了他，你竟然打我！你还有脸问？你怎么敢那样说景玉？他都已经这般凄惨了，你还要往他心口上捅刀子？你这个逆女，你把景玉害得还不够吗？你抢了他的姻缘，毁了他的清白，现在还在这冷嘲热讽。阿爹，爹爹，上一世他赶回京时，我早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母亲骗他我是尸劫自尽，让他一夜白头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活到了他回来的这一天。瑶儿别怕，爹爹回来了。姨父，您总算回来了，您快救救锦玉吧！妹妹她狠心设计，坏了我的清白，还要逼我嫁给一个穷秀才啊！这府里发生的所有脏事，爹爹全都知道了。有我在，今天谁也别想再动你一根汗毛。林梦如，这些年你在京城果真是宽容大度，过得贤良至极呀。林梦如，你真是好手段啊！毁掉自己亲生女儿的名声，就为了替你那个外甥女铺路。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这府里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我镇国公府的金枝玉叶，是我在边关拿命换回来的体面，岂容你这毒妇这般作践？将国
为了那个逆女，你居然动手打你的结发妻子！结发妻子！这些年你在边关躲清闲，是我在京城含辛茹苦替你操持家业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你的女儿。你一回来不谢我也就罢了，竟然为了这点小事对我动手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含辛茹苦，你养过他一天吗？你所谓的含辛茹苦，就是把我的瑶儿逼上绝路；你所谓的养大女儿，就是把她当成你外甥女的垫脚石。养大女儿，林梦如，你这些年恐怕是含辛茹苦的在养大你的外甥女吧？平日里你克扣瑶儿偏心薛锦玉也就罢了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竟然恶毒到亲手去毁瑶儿的名节！你真当我常年在边关就是个瞎子聋子吗？名节是女子的命根子，你为了那个薛锦玉，连亲生骨肉都能往死里逼。像你这种心如蛇蝎的毒妇，你哪点配做瑶儿的母亲？国公爷，冤枉啊！臣妇当真是被冤枉的，我从来没有害过瑶儿，也没有偏袒谁，求您明察啊！楚瑶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便是再糊涂，又怎么会做出那种灭绝人性的事来毁他清白？这中间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定是有人在您面前挑拨离间。带上来。把你干的那些丧良心的勾当，当着大家的面一五一十再说一遍。我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我说，国公爷饶命，是这位国公夫人，是她半个月前私下找上我，亲手给了我100两银子。她给了我大小姐的画像，逼我画一幅不堪入目的春宫图，还专门指着画像上腰间的位置画了一个梅花胎记。是她指使我这么做的。他说，只要我画好了，拿去书房偷偷卖掉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大小姐是个不检点的人，她回头必有重赏。啊，这是。我只是个画家，别人给我钱让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，我当真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求国公爷开恩啊！不是我，国公爷，这人疯了，这画是在胡说八道，不是我做的。国公爷，他是在存心冤枉我，您千万不能信他的鬼话。大人，小的有凭证，他给我的那100两银票，小的至今1分未黄，上面还有钱庄的印记。大人，那天定下此事后，
他还随手赏了小的这一根簪子，说是定金，请大人明鉴，小的断不敢拿这种东西胡说。这只梅花簪，若是初瑶没记错，可是母亲以前最心爱之物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林氏怎么回事啊？我江家100年的清誉，差点就毁在你这蛇蝎毒妇手里。这一纸休书，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像你这种丧尽天良、恶毒至极的妇人，根本不配做我国公府的宗妇。今日我便休了你，你即刻带着那个薛锦玉给我滚出江家！我只是想磨一磨初瑶那倔性子，想让她以后在婆家能听话些。我不是真的要害她。国公爷，你相信我，我毕竟是她的亲娘啊！磨一磨性子，要回亲生女儿的名节来磨性子。林梦如，你当老子是在边关杀敌杀成了傻子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被鬼迷了心窍啊！你背地里干的那些脏事，非要我当着全京城宾客的面一件件给你列出来吗？再多说一句废话，就不是休书这么简单了。再不滚，我直接送你去京兆府大牢见官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林梦如，你真以为自己是谁？当年你林家获罪败落，你如丧家之犬般走投无路，是初瑶的母亲远远怜悯你，不顾世俗眼光将你接进府里遮风避雨。后来元婴缠绵病榻，临死之际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拼着最后一口气对我说：“他这辈子谁都不信，只信你。”元婴求我给你一个名分，让你做着国公府的续席。他说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养育初瑶，不至于让他的亲生女儿在其他后母手中受半点委屈。我愣住了，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生母，原来林梦如根本不是我的母亲。我敬了她2世，结果她竟然是我生母临死前托付的仇人。瑶儿，是爹爹不好。爹爹常年驻扎边关，总以为元婴与他生死相托，无论如何他都不敢苛待元婴的女儿。谁能想到，你这毒妇竟然是个吃人肉喝人血的蛇蝎之人！瑶儿，是爹爹对不住你。姨父，求求您开恩，别赶走我和姨母。锦玉知道错了，锦玉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再也不敢抢表妹的东西了，这太子妃我也不想了，我再也不跟她争了。求您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！这府里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臣江某教家无方，致使府内毒妇作乱，险些害了
救驾功臣，毁了皇家清誉，臣恳请陛下责罚。哈哈哈，爱卿快起！你这些年为了边关安危，舍小家保大家，功在社稷。家中有此等变故，非你之过。朕不但不罚你，还要重重赏你。回府好好安抚江家小姐，莫要让她受了委屈。难怪当初选妃宴上那林氏对初瑶如此狠绝，原来竟不是亲生的。唉，本宫当初还在叹，这天下岂会有如此心狠手辣的生母？如今看来，恶毒之人的心果真是黑透了。国公爷，母后特意交代，让姑护送您回府。初瑶小姐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姑理应亲口劝慰，望小姐宽心开怀，莫要再为那等贱人伤神。各位听好了，镇国公回京头一遭，竟然是休了那续亲林氏。什么？那江大小姐竟不是林氏亲生的？我就说哪有亲娘往死里逼女儿的，原来是个鸠占鹊巢的伪孝后母。这林梦如真是烂透了，这就是她该得的报应。快看，这是太子殿下亲自进山猎回来的活雁，可见殿下对瑶儿是一片真心啊！太子深恩，我公府感激涕零。来，统统抬走，把这半个国公府都给我搬空了，给瑶儿做庄殿。初瑶，姑来接你了。太子殿下是个端方君子，这东宫清静，我们成亲未久，我便有了身孕。姨母，我这手疼的握不住扫帚了，我们到底还要扫到什么时候？扫，若不扫出条路让贵人进香，咱们连这碗清汤寡水都喝不上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妃驾到！初瑶，雪天路滑，小心脚下。余光扫过，他们早已没了往日的嚣张，那蜷缩在雪里的卑微模样，哪里还有半点国公夫人的气派？他们虽不甘心，却已连抬头看我一眼的胆子都没有。信女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愿佛祖保佑孩子平平安安、岁岁安康。初瑶，有件事，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殿下请讲。昨日惠州传来急报，薛景玉的身份终于查明了。身份？薛景玉并非林梦如的外甥女，而是她的亲生骨肉。
多年前林家获罪流放，林梦如在途中未婚先孕，为了声名，她不敢张扬，而后她便揣着这个秘密，孤身一人投奔京城。这个真相像一记重锤，砸碎了我前世今生所有的困惑。林梦如这些年对你百般苛待，即便现在她被休弃，那累累伤痕也抹不去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看我时眼里只有算计，看薛景玉时却满是筹谋。就这么放过他们，实在是便宜了这两个毒妇。殿下，前尘往事已随风而散，如今臣妾也要做母亲了，为了孩子，这些恩怨就让它过去吧。好，姑答应，往后余生，姑陪着你，陪着我们的孩子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最终，我并未要了林氏母女的性命，杀掉他们不过是须臾的痛快，但让他们在那清贫枯燥的佛寺中日复一日的清修赎罪，对于他们这样利欲熏心、自私自利了一辈子的人来说，才是这世间最残酷、最大的惩罚。